你心目中的外星来客是什么样的呢？这头粉色的长着翅膀的两足小象是不是很可爱？今天的故事里，大熊就幸运的和他交上了朋友。一天阳光明媚，大熊又和胖虎、小夫二人打起了棒球。收回我的话，他没打。大熊一如既往的是个捡球的主，不过和以往有些不太一样的是，大熊意外发现了一个暖乎乎的粉色大球。但就在他倍感迷惑，思考着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的时候，胖虎的叫喊声突然响了起来，吓得他一个机灵，直接就把球给扔了出去。而很快，更令大熊错愕的事情发生了，那个粉红色的大球竟然跟在了他的身后，一直回了家。哆啦 A 梦知道后，拿着放大镜就围着粉红大球考察了起来。一旁的大熊也仿佛福尔摩斯附体一般，开始推敲起了自己的想法。根据他多年纵横小学的经验，这玩意儿8成是个活的。哆啦 A 梦当然不信啊，拿起听诊器就往球上贴，结果还真让大熊他猜中了，球竟然有心跳。这个时候仿佛是知道自己伪装不下去了，粉红大球突然来了个大变身，3下5除2就把哆啦 A 梦和大熊吓了个够呛。他就像变了个不明重启装备一样，瞬间就展露了自己的原型。这是一头眼睛不太行的粉色两足缩小版大象，这也太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吧。更奇怪的是，就在哆啦 A 梦打开系统库，怎么也搜不到他任何信息，担心他是企图侵略地球的外星人时，大熊就像中了蛊一样，鬼迷心窍的就被他的美色所惑，不仅根据他的叫声给他取名包包，还大晚上的偷偷给他准备食物，生怕他饿着。第二天一早，大熊准备去上学的时候，包包轻松从2楼闪到了他的面前，跺了几下脚，就以一种迅猛的速度把大熊拱到了自己的身上。就这样，大熊体验了一把飞一般的感觉，直接把胖虎和小夫甩在了身后，安全上垒，赶到了学校。但这并没有给他加个什么 buff， 大熊在此收到了一张0分试卷，惨遭老师和同学们的特殊凝视，吓得他一放学便准备找个地方将试卷毁尸灭迹。而就在大熊偷偷摸摸搞事情的时候，他突然感觉背后有人戳了自己几下，他连忙把试卷揉成了一团，原来是包包。大熊顿时感动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包包竟然等了他一整天，而且随着他鼻子用力一吸，竟然就直接把大熊手里的0分试卷吸走了。天哪，有什么比这更完美的藏东西的地方呢？回到家后，大熊决定和妈妈坦白自己想养宠物的打算，秉持着不能一味拒绝孩子的请求，妈妈最终答应了。毕竟根据大熊的描述，2只脚有翅膀，鼻子前端粉红色，还很可爱，大概是只小鸟吧，没多大问题。是的，妈妈完全没有考虑过大熊不靠谱的口头表达能力，这直接导致包包一出场，大熊妈就给吓晕了。不过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包包还是顺利留了下来，转头就被大熊带出去耍。紧接着就在一片蒲公英的海洋里遇见了静香，而令人没想到的是，当静香跟他热切打着招呼的时候，一根蒲公英不小心钻进了包包的鼻子里，痒得他直接就是一个大喷嚏。顿时他们周围飘满了蒲公英。看着这美丽的景色，哆啦 A 梦突然有了一个主意，他默默掏出一个道具，蒲公英梳子，只要用它梳一梳头发，再轻轻地吹一口气，就能像蒲公英的绒毛一样飞上天，和太阳肩并肩了。就这样，在包包的吹气下，梳了头发的大熊和静香快乐地在天空中约起了会。但意外来的就是那么快，好不容易得来的2人独处机会瞬间便泡了汤。路过的胖虎和小夫成功加入，而且随着包包一甩鼻子，4人就直接小手拉大手在天上玩了个痛快。只是可怜了没有头发的哆啦 A 梦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回到家后，包包还成功凭借鼻子的吸力和自己的神秘空间，助攻妈妈把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但不得不说，包包的饭量实在是太大了，吃了一碗又一碗，直接就把锅里的饭吃了个精光。与此同时，爸爸也拿着别人送的香蕉回到了家里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自己一大把年纪了，居然一进门就惨遭扑倒，和包包来了个亲密接触。看着包包对香蕉爱到不行的样子，
哆啦 A 梦和大雄决定明天就约上小伙伴，帮他解决食物的问题。胖虎一得到消息，便带着他们来到了后山。不得不说，这地方也太乱七八糟了吧。不过这反正是要当做天地的场所，没有多想，他们就拿着哆啦 A 梦提供的轻松道具，各司其职地忙活了起来。随着他们的不懈努力以及道具的加持，转眼就出现了一片金黄色的香蕉地，那味道也是相当的不错。包包吃了也说好。就这样成功解锁了香蕉地后，大雄他们快乐地回家了。可没想到一进门，包包就扮像电视里的流星，但他的话实在是太难懂了，一番手舞足蹈，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说啥。好在哆啦 A 梦还是很给力的，立刻就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幻想灯，它能够把脑子里想的事情照映出来。原来包包所在的星球突然卷起了一阵飓风，他因为躲闪不及，只能匆匆躲进一块岩石，结果这石头根本没有任何抓地力，包包直接被刮到了地球。天哪，我脑瓜子嗡嗡的，这完全就是现实版阁下何不乘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啊。好了，在幻想灯的加持下，哆啦 A 梦和大雄成功知道了包包的故事。哆啦 A 梦心中顿时有所触动，他决定想办法送包包返回自己的星球。但大雄立马提了反对意见，他觉得现在包包很开心，他想一直跟包包在一起，而且也不知道那颗星球在哪。哆啦 A 梦见状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夜色渐深，包包坐在屋顶上，看着天空陷入了 emo。察觉这件事后，大雄终于想通了。第二天，哆啦 A 梦拿出了一个宇宙逃生舱，用它可以安全的把包包送回他的故乡。现在只要把包包星球的相关物质放进探测仪里面，就能锁定位置，让它返乡了。突然，大雄想起了包包乘坐的那块岩石，或许他们应该好好找下附近疑似陨石降落的地方。突然，哆啦 A 梦和大雄齐齐变了脸色，他们终于意识到陨石降落的地方就是香蕉地。之前为了种香蕉，他们把陨石弄碎，已经和泥土混在了一起，根本无法用探测仪检验出任何信息。顿时两人乌云罩顶，而包包啥也不知道，还在旁边像个铁憨憨似的快乐地吃着香蕉。回去的路上，大雄直接被胖虎和小夫抓了壮丁，他们想让包包帮个忙，用鼻子把院子里那个蓝色的球吸过来，但意外发生了。因为高度不够，角度有所偏差，包的鼻子被一个盆栽直接堵了个正着，弄得他难受极了。这时院子的主人也赶了过来，他刚准备破口大骂，就被包喷出来的这个造型奇特的盆栽成功吸引了视线。天哪，这简直就是艺术，就是他的梦中盆栽。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，他把家里所有的球都送给了他们。说来也巧，这个时候哆啦 A 梦突然发现了一株神秘植物，而大雄拿着它靠近包的时候，包的眼睛瞬间就亮了，还开心的直接就在草地上蹦跶起来。看来他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就这样，大雄和包再次欢度了一个夜晚，他们一起吃饭，一起玩耍，一起睡觉，快乐似神仙。虽然第二天转瞬即到，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悲伤。如今已经将植物放进了探测器，只要按下按钮就能锁定包家乡的位置，送他回去了。这个时候，静香连忙赶了过来，他打算给包送行。胖虎和小夫也把香蕉地里的香蕉搬到了现场，这样宇宙航行的时候，包就不会挨饿了。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就在大雄再次给包讲起宇宙逃生舱的使用方法时，他啪嗒一声就摁下了按钮，直接消失在了天际。这简直太仓促了，连一句离别的话都没有说。但没多久，宇宙逃生舱竟然又一次降落在了大雄家的院子里。大雄喜极而泣，连忙跑上前去。大雄准备给包一个热情的拥抱，结果门一打开，包星球上的神秘植物倾泻而出，直接把它给淹没了。而逃生舱之所以会飞回来，则是因为探测仪里混进了大雄那张0分试卷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会把包送回去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